当身体也在说情绪语言，焦虑、失眠、暴饮暴食。小美最近常常胃痛，以为是吃坏肚子，跑了3家诊所，检查出来都说没问题。阿成突然晚上睡不着，不管怎么转换枕头、泡热水澡、少滑手机，还是脑袋停不下来。老吴则是每天下午3点固定暴吃洋芋片，嘴巴停不了，但吃完又内疚到不行。他们都以为是身体出了问题，其实他们的情绪早就透过身体语言在说话了。你也许没察觉，有些你以为的坏习惯、体质问题、生理状况，其实是被忽略太久的情绪在求救。不是身体撑不住，而是心撑太久。你以为你很冷静，其实情绪在身体里翻滚。焦虑不一定会让你哭，悲伤也不一定会让你掉眼泪，但这些情绪会绕道而行，直接跑去控制你的胃口、睡眠、食欲、肌肉紧绷、呼吸频率，甚至让你突然间累到一点力气都没有。举例来说，每次要上台报告前就胃痛，一想到要和某人见面就失眠，明明没那么饿，却止不住往嘴里塞食物。一放假反而开始头痛、感冒、胸闷。情绪虽然没说出口，但身体听到了，而且忠实翻译给你听。案例1，失眠其实是白天没说的话，晚上排队上演。美云是一名行销主管，每天白天表现得干练又从容，但一到晚上关灯，他脑中开始上演懊悔剧场。我今天是不是说错那句话？老板看起来有点不高兴，是不是不满意我？我那封信应该早点寄出去的。他以为是睡眠品质差，尝试各种助眠方式无效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他白天的情绪全被理智压下来，晚上终于找空档反扑了。失眠不是身体醒着，而是情绪醒着。案例2，暴饮暴食是一场无声的安抚仪式。人杰每天下班后都要吃宵夜，即使晚餐饱到不行，他说那种大口咬下咸酥鸡、咀嚼炸鸡皮的瞬间，好像整个人才活着。他并不是真的饿，而是空，嘴巴在吃东西，其实是心里在寻找慰藉。因为整天要扮演好员工、好先生、好儿子，他没空照顾自己的感受，只有用吃这个简单直接的方式，让自己感觉还能掌控点什么。案例3，莫名疲倦是累的，不是身体，是撑太久的内心。明芳常常一到周末就全身无力，像泄了气的气球。他跟朋友说，我也没干嘛，怎么这么累？其实他累的是心，每周工作的像机器人一样，压抑情绪，控制反应，对主管客气，对客户微笑。他不是休息太少，是压抑太多。这种过度情绪控制症候群不会让你爆炸，但会让你慢性消耗到崩溃。身体是诚实的，情绪藏不住。心理学家曾说过一句话，身体是不会说谎的。有时候你表面看起来很冷静，该笑的时候笑，该说没事的时候说我很好，但你的肚子、喉咙、呼吸和睡眠早就暴露真相。情绪压太久，身体就会用焦虑提醒你，感觉被控制太多，身体就会透过暴饮暴食争夺自主权。太多情绪没表达，身体会说，那我就失眠，让你想个够。有没有想过，你不过是在用身体替心情代班？为什么我们宁愿让身体讲话，也不愿说出口？因为表达情绪是有风险的，你怕说了别人不懂，被说脆弱，被当成麻烦，
或干脆被否定。所以我们学会了压抑、忍耐、装没事。但情绪不是气球，它不会泄了就没事，它会转换出口。不爆发不代表消失，它只是转身，用身体的方式留下讯号，等你来读懂。不是身体出错，而是你太久没对话自己的情绪。你以为自己撑得住，但你的情绪说我真的累了。你以为只是吃太多睡不好，焦虑多想，但那背后可能藏着被忽略的压力，不愿面对的恐惧，或从未允许自己表达的委屈。你以为问题是胃口，是神经，是肠道，是荷尔蒙，但其实那只是表层，真正的根是你与情绪的关系。情绪与身体从来不是两条平行线，身体不是你情绪的敌人，而是它最真实的传声筒。焦虑、失眠、暴饮暴食不是你的缺陷，而是你情绪太久没有被倾听后发出的求救讯号。也许你不擅长表达，也许你已经麻木，也许你不确定为什么这么烦。没关系，你只需要开始相信，你的身体不会骗你，它正在告诉你，你的心还活着。结语：看懂身体的情绪语言，是与自己重修旧好的第一步。别再责怪你的焦虑、失眠、嘴馋、疲倦，他们不是你的敌人，是你自己偷偷送给自己的讯息屏。你要做的不是压下他们，而是转身，听见那一句：嘿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